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齐先生的小妻子》故事解说。晨光透过生产车间的玻璃窗，落在流水线轰鸣的机台上。500余名工人身姿挺拔，神情肃穆，尽数收敛了平日的散漫，全员整装待命。今日，帝都顶层权贵齐家掌权人齐衡亲临厂区视察，厂区负责人躬身陪同，语气满是恭敬与谄媚。齐爷，全厂5000员工已全部就位，工期进度稳步推进，这批订单必定按时保质交付。您看，咱们厂里员工的精神面貌始终保持着最佳状态。喧闹规整的车间里，一道格格不入的细碎争执悄然响起，打破了肃穆氛围。几个年轻女工围在角落，对着身形单薄的江小平指指点点，窃窃私语，眼神里满是鄙夷与戏谑。听说了吗？江小平1个月前谈了男朋友，私下同居过。何止啊，她现在怀了孕，还是3胞胎，才19岁的年纪，真是不自爱。说到底就是穷疯了。为了挣钱什么都敢做，连最基本的保护措施都不做好，年纪轻轻就这般荒唐。细碎的嘲讽字字扎心，直直砸在江小平身上。他身形纤细，脸色苍白，垂在身侧的双手紧紧攥着衣角，眼底蓄满了委屈与无措，却无从辩驳。人群里，一名女工眼神炙热地望向不远处身姿金贵、气场冷冽的齐衡，满心都是攀附的野心。她刻意整理着并不规整的衣衫，语气轻浮又虚荣。你们懂什么？齐爷是京城顶级首富，寻常女人根本入不了他的眼。可万一他偏偏看上我，我一步登天，从此再也不用在流水线辛苦打工。说着，他竟大胆上前，试图凑近齐衡，刻意放软身段撒娇示好。齐爷，您看看我好不好？我年轻乖巧，会做饭洗衣，性子温顺，还好生养。凌厉的呵斥骤然响起，随行助理艾瑞快步上前，面色冷峻地将人隔开。退下，再敢肆意围堵，惊扰齐爷，一律扣除当月全额工资，即刻离岗。众人瞬间作鸟兽散，无人再敢放肆。唯有齐衡的目光越过慌乱的人群，精准落在了角落里隐忍落泪的江小平身上，深邃的眼底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波澜。极少有人知晓，权势滔天、清冷寡欲的齐衡，身负齐家17代单传的桎梏，家族遗传性弱精症让齐家子嗣艰难。老一辈毕生心愿便是盼着他开枝散叶，延续香火。太爷爷年事已高，最大的执念便是亲眼见到齐衡成婚生子，后继有人。此前，长辈无数次为齐衡安排联姻相亲，各路名门千金争相示好，却从未有人能让他侧目停留超过3秒。他素来疏离寡情，厌恶一切刻意攀附的异性，周身常年萦绕着生人勿近的冷冽气场。无人知晓，数月前一场意外，让本无交集的两人有了牵绊。更无人敢信，这个平凡普通、出身底层的19岁厂妹，竟悄然怀上了他的孩子，还是极为罕见的3胞胎。车间风波散去，喧嚣归于平静。江小平收拾好纷乱的情绪，默默回到工位。他心中藏着唯一的执念，攒够学费，重返校园。为了凑齐学费，他辍学1年，身兼数职，省吃俭用，3餐常年啃馒头，饿肚子，硬生生攒下了2万块积蓄。这笔钱是他熬过无数个日夜，拼尽全力换来的希望，是他挣脱原生泥潭，改写命运的唯一底气。可这份微薄的希望，终究被冷血的家人碾碎。江小平的父亲是9成性，兄长好逸恶劳，是赌贪财，家中所有开销，哥哥的彩礼积蓄，全都被理所当然地压在他身上。他辛苦攒下的2万学费，被父亲私自取走，尽数挥霍在烟酒与哥哥的婚事筹备上。当江小平发现存折空空如也，彻底崩溃，红着眼眶质问父亲，换来的却是一顿蛮横的斥责：我养你19年，你的钱凭什么不能用？你更要娶媳妇，家里要过日子，你一个女孩子读什么书？父亲语气蛮横，毫无愧疚。我已经跟隔壁村的老张头说好了，下个月你就嫁过去，花20万彩礼，给你哥攒彩礼钱。老张头今年70岁了，我不嫁，我死都不嫁。江小平浑身颤抖，声嘶力竭的反抗。可他的反抗，在家人的蛮横霸道面前不堪一击。父亲的话像一把冰冷的利刃，刺穿了他所有的期盼。1年前你考上崇达大学，我撕碎你的录取通知书，就是为了断你的念想。女孩子读书无用，老老实实打工，嫁人，为家里付出才是你的本分。字字诛心。1年前，他明明凭自己的努力考上理想大学，本该奔赴光明前程，却被至亲亲手斩断前路，被迫辍学打工，沦为家人谋取利益的工具。绝望与窒息裹挟着江小平，他暗暗立誓，一定要在1个月内攒够钱，彻底逃离这个吃人吸血的原生家庭。与此同时，齐家老宅内，几位长辈齐聚一堂，满心焦灼。亲友苦口婆心地劝说着齐衡：不是我们逼你成婚，
是太爷爷的死命令。齐家世代子嗣艰难，你先天体质特殊，婚后至少要花2、3年时间调理，做试管婴儿才有机会有后。太爷爷年事已高，最大的心愿就是抱上重孙，你不能让他抱憾终身。齐衡面色清冷，眉眼淡漠，对所有联姻相亲皆无半分兴致，一如既往的拒绝。可谁也未曾预料，命运早已悄然伏笔。那场意外之后，平凡的江小平成了唯一打破他所有原则，闯入他冰冷世界的例外。车间偶遇之后，关于江小平怀3胞胎的流言愈演愈烈，厂里的同事肆意造谣抹黑，认定他私生活混乱，品行不端，甚至有人当众诋毁，说他是刻意攀附权贵，妄图母凭子贵。流言蜚语铺天盖地，将江小平狠狠裹挟。众人肆意揣测孩子的生父，无人相信他的清白，人人都笃定他是胡乱纠缠旁人，甚至胆大妄为碰瓷顶级权贵齐衡。区区一个底层厂妹也敢碰瓷齐爷，简直是痴心妄想，自不量力。惹怒了齐爷，整个工厂都要跟着遭殃。他这是害人害己。嘲讽、谩骂、质疑接踵而至，将江小平逼入绝境。而远在老宅的齐家长辈，在看到孕检报告的那一刻，彻底震惊。3胞胎是齐家17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喜事，是打破子嗣艰难宿命的天大好运。一众大佬纷纷动容，一改往日的严肃，满心欣喜。一次3胎，这是光宗耀祖的大喜事，怕是齐家先祖冥冥之中护佑，才送来这般福气。所有人瞬间改口，态度全然逆转，纷纷催促齐衡：快，立刻把少夫人接回齐家。从今往后，她就是我们齐家的掌上明珠。此前主张严苛规矩、介意出身的长辈，也彻底软化态度，主动许诺赠送商铺、资产，只为善待这位身怀齐家子嗣的姑娘。唯有齐衡依旧冷静自持，眸色深沉，淡淡开口：若真是齐家血脉，孩子可以留下，但他出身普通，境遇特殊，暂时不配做齐家少夫人。另一边，江小平的家中闹剧仍在持续升级。父亲见她执意不肯嫁给老者换彩礼，又得知她怀孕的消息，顿时勃然大怒，当众斥责她不知廉耻，不孝不义。我只是不想跳进火坑，我只想读书。江小平泪流满面，苦苦哀求。可冷血的家人毫无半分心疼，见软的不行，便要来硬的。父亲当即吩咐旁人，把他绑起来，今天就送到老张家，彩礼到手，我管他愿不愿意。绝境之中，江小平被逼得无路可退，颤抖着嘶吼出声：我怀的孩子是齐衡的。此言一出，满堂哄笑，皆是极致的嘲讽与不幸。哈哈哈，你怕不是疯了？帝都顶级权贵齐爷怎么可能看得上你？纯属白日做梦，小说看多了，还敢当众碰瓷大人物。父亲更是怒极攻心，扬手就要动手。你今天要是叫不来齐衡，我就打得你1尸2命。我看你还敢满嘴谎话。走投无路之下，江小平颤抖着拨通了那个从未主动联系过的号码。电话接通的瞬间，他带着哽咽的求救声传了过去，脆弱又无助。电话那头的齐衡瞬间捕捉到他语气里的恐惧与委屈，清冷的眉眼骤然附上寒霜。此前，江小平曾托人将齐衡赠予的1000万黑卡原物奉还，决意与他两清，不愿因钱财依附任何人。他骨子里的倔强与纯粹，早已悄悄触动了素来冷漠的齐衡。此刻听闻他身陷危难，受尽欺凌，齐衡不再淡然，当即冷声下令，立刻定位江小平位置，备车，所有人随我过去。齐家一众长辈也紧随其后，满心焦灼，个个怒不可遏。老夫倒要看看，谁敢欺负我们齐家的掌上明珠，谁敢动我的重孙。而江家众人依旧浑然不觉危机，看着挂断的电话，笑得愈发肆意嘲讽，还装模作样打电话。我看你打的是10086吧？齐爷的联系方式是顶级机密，就你一个底层厂妹也配触碰？我看你就算被打死，齐爷也不会多看你一眼。众人肆意推搡、辱骂，有人甚至动手拉扯他的衣衫，妄图逼迫他妥协认命。江小平死死护住小腹，忍着剧痛与委屈，眼神倔强。你们一定会后悔的。话音未落，一道低沉冷冽、极具压迫感的嗓音骤然响起，瞬间压下所有喧嚣。我看谁敢动他！齐衡身姿挺拔，逆光而立，周身寒气凛冽，气场强大的让人窒息。紧随其后的齐家众人气场全开，瞬间震慑全场。江家人瞬间脸色惨白，慌乱无措，方才的嚣张气焰荡然无存。厂区负责人连忙上前赔罪，慌忙解释：齐爷是误会，都是江小平不知好歹，恶意碰瓷您，败坏名声，我们这就处置他。误会！齐衡眸色冰冷，扫过一众欺辱他的人，字字铿锵：你们欺负我的人也叫误会？一句我的人，彻底击碎所有人的认知，全场瞬间死寂。
齐衡当即下令调取全城监控，彻查所有欺辱、霸凌、造谣之人，扬言百倍追责，绝不姑息。厂区负责人就地撤职，所有参与欺凌、起哄造谣者尽数严惩，全场霸凌风气彻底肃清。齐家老太爷看着浑身是伤、身形单薄的江小平，满心心疼，语气满是疼惜：“好孩子，让你受委屈了。”众人连忙将虚弱的江小平护上车，紧急安排私人医生诊治。细致检查过后，医生细细禀报，江小姐腹中3胞胎发育状况良好，并无大碍，只是她身形过于瘦弱，长期营养不良，加上连日受辱受惊，劳累过度，身体损耗严重，孕期必须精心调养，悉心看护，否则难以支撑3胎妊娠。病床前，看着小心翼翼护着小腹，眼底满是不安的小姑娘，齐家众人满心柔软。待江小平悠悠转醒，看着围在身边满眼关切的众人，一时恍惚无措。他小心翼翼开口，问出了心中最大的顾虑：“你们是想让我生下孩子，然后把我送走吗？”豪门无情，他早已听闻无数去母流子的先例，心底满是惶恐。齐衡望着他眼底的怯懦与不安，清冷的声线柔和了几分：“不会，你只管安心养胎，没人会逼你离开。”长辈们也连忙柔声安抚，耐心询问他的诉求。江小平沉默良久，抬起清澈的眼眸，说出了自己唯一的心愿，简单又纯粹：“我想上学。等孩子出生后，我想自己考大学，好好读书。我不求别的，只希望每月能探望一次孩子，不会打扰你们的生活。没有天价彩礼，没有豪车豪宅，没有名利诉求。历经苦难的他，心心念念的始终是读书自救。这般纯粹坚韧，让在场所有人无不动容心疼。”齐家老太爷当即取下万间代代相传的传家玉镯，轻轻戴在他的手腕上，郑重开口：“从今往后，齐家就是你的家，我们都是你的依靠，再也无人敢欺你半分。”得知他常年节俭，舍不得吃穿，手机破旧也不肯更换，长辈们当即带着他逛遍顶级商场，新款手机、电脑、学习设备、孕期衣物、精致配饰，但凡适合他的物件，尽数包揽，只为弥补他过往所有的委屈。入住齐家大宅后，江小平依旧乖巧懂事，从未恃宠而骄。他不愿白吃白住，常常主动打扫卫生、打理家务，力所能及分担琐事。可他的懂事更让齐家众人心疼不已。长辈们屡次叮嘱：“傻孩子，你怀着身孕，本就该好好休养。以前没人疼你、护你，往后有我们在，你不必再辛苦自己，不必再看人脸色过日子。”安稳的日子刚刚开启，阴魂不散的江家人再次找上门来，贪得无厌的嘴脸暴露无遗。父亲蛮横致电，无理索要1000万彩礼、豪宅豪车，扬言若是不给，便报警闹事，污蔑齐衡强抢民女，败坏齐家名声，甚至逼迫江小平拿出5万块当做他的医药费，否则绝不罢休。面对家人的步步紧逼、肆意勒索，江小平满心疲惫，却始终坚守底线。即便手握齐衡赠予的无限额副卡，他也分文不动，不愿用齐家的钱财填补原生家庭的无底洞，不愿让自己仅剩的尊严被贪婪彻底碾碎。齐衡将他的隐忍与通透尽数看在眼里，心底愈发动容。他从未见过这般清醒坚韧、纯粹通透的姑娘，身处泥泞，却始终向阳而生，自尊自爱，绝不依附旁人。休养几日过后，江小平心中依旧记挂着未结的工资，执意回工厂做完最后3天工期。他想靠自己的双手挣钱，守住独立生存的底气，哪怕早已无需为生计奔波。可重回车间，昔日的恶意依旧未消。同事们见他低调归来，愈发肆意嘲讽，认定他是攀附齐衡失败，灰溜溜重回底层。我就说齐爷怎么可能看上他，不过是自作多情罢了。怀个野种还想攀高枝，最后还不是要老老实实打工。带头霸凌他的张燕刻意刁难，将3人的工作量尽数压在他一人身上，当众刁难羞辱，甚至纵容男同事肆意调戏，言语轻薄。大着肚子还装清高，我倒要看看你能硬气到什么时候。恶意裹挟而来，江小平步步退让，却换不来半分体谅。危急关头，齐衡骤然现身，强势将他护在身后，眼底寒意翻涌：“我的人，你们也敢欺辱？”短短几字，威慑全场。齐衡当众彻查厂区所有霸凌恶行，将所有参与欺辱、调戏、造谣之人尽数严惩，撤销所有相关人员职务，作废全员年终奖，立下终身禁禄的严苛规矩，彻底肃清厂区歪风邪气。他轻轻抚过江小平的发顶，语气温柔又郑重：“不必事事忍让，人心换人心，恶意不必纵容。别人欺你1分，你便100倍讨回，有我在，无人敢报复你。”夜里，看着江小平新旧交错、遍布全身的伤痕，齐衡亲自为他涂抹药膏。那些陈年旧伤，
皆是原生家庭常年施暴留下的印记，看得他满心酸涩。以后有我在，无人再敢伤你分毫。为了彻底堵住外界流言，给他一个光明正大的身份，也维护他安稳余生，齐家决定举办盛大晚宴，当众官宣江小平的身份。晚宴前夕，江小平满心忐忑，轻声开口：“我们本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不过因孩子牵绊，不必这般高调。日后孩子出生，我不会打扰你的生活。”齐衡未曾多言，只用行动默默护他周全，静待晚宴之上，为他惊艳全场，逆风翻盘。晚宴当日，名流云集，权贵齐聚。起初，众人听闻齐衡的未婚妻只是一名普通场妹，纷纷鄙夷嘲讽，窃窃私语。区底层打工妹，毫无家世背景，也配加入顶级齐家？怕是用了龌龊手段攀附齐爷，迟早会被齐家扫地出门。曾经错失联姻机会的叶家千金，更是暗自窃喜，坐等江小平当众出丑，身败名裂。就在流言蜚语漫天飞舞之际，华清大学校长亲自莅临现场，手持专属录取通知书，当众揭晓惊天真相。江小平同学是去年全省高考状元，早已被我校正式录取，只因家中变故被迫休学1年。今日我专程前来，诚挚邀请他重返华清校园继续求学。一语落地，全场哗然，所有人瞬间面色煞白，哑口无言。谁也未曾想到，这个被众人肆意嘲讽、轻视的底层场妹，竟是天赋出众、实力顶尖的高考状元。她从不是攀附权贵的拜金少女，只是被原生家庭耽误，深陷泥泞的天才少女。此前所有肆意造谣、嘲讽、羞辱江小平的人，尽数被齐衡追责严惩。齐衡立于高台之上，眸光温柔落向身侧的少女，字字铿锵，郑重官宣：江小平是我齐衡护着的人，是我认定的余生挚爱。谁敢肆意诋毁、招惹他，便是与我、与整个齐家为敌。盛大风波落幕，江小平终于挣脱所有偏见与诋毁，迎来属于自己的光明。次日，他如愿踏入华清校园，开启梦寐以求的求学之路。齐衡全程细致呵护，为他安排专属营养餐，周全防护，默默为他扫清前路所有阻碍，却从不张扬施压，给予他足够的尊重与自由。校园之中，依旧有人嫉妒他的际遇，肆意抹黑他出身卑微，依附权贵。可江小平早已褪去过往的怯懦自卑，心性愈发通透坚韧。他有真心相待的挚友相伴，有顶级权贵的极致偏爱，有光明璀璨的学业前程，更有即将到来的3个可爱孩子。曾经深陷泥泞、饱经风霜的小姑娘，终究凭自己的坚韧与纯粹，逆风翻盘。她不仅救赎了自己，挣脱了原生家庭的枷锁，更成为了高冷帝王齐衡此生唯一的掌心交，毕生挚爱。